女孩惊恐地发现，原本人迹罕至的密林里竟躺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，她立刻被吓得瘫倒在地，还没从这惨烈的一幕中回过神来，就有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。有没有见过一个红衣女子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个上山采药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可就没用了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一个红色的人影在树林间一闪过，黑衣人立刻就追了上去。岂料这名女子出手狠辣无情，这么多黑衣人竟无人是她一合之敌。采药女孩只是一愣神的功夫，密林中的黑衣人就已被屠戮殆尽。透过指缝看着如同战神附体的红衣女子，她眼中满是崇拜。没成想红衣女子竟也身受重伤，突然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。别碰我，你受伤了，我是个郎中，让我看。不想死的话就离开这。可她刚站起来，就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原来女人名叫傅一笑，是锦绣国的红衣女射手，在战场上有勇有谋，并且在和肃杀国一次对战中射中他们的大皇子凤随哥，以至于成功扭转战局。不料不久后，他被贼人所害，摔下悬崖。好在恰好路过的女神医将其救下，及时给其医治，并让其去泡药浴疗伤。正当他歇息时，却浑然不知那个曾经被他射杀的男子也紧随其后进入温泉。而就在他起身穿衣时，不料却意外听到动静，本想询问对方身份，可他却突然昏死过去。随后一笑本能上前查看，却注意对方手中的图纸，不由打开一看，竟是自己的画像。意识到此人肯定与自己相识，不由想要从中了解一些线索，便给他喂了丹药。原来我叫傅一笑，你是谁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从对话中，凤随哥意识到对方好像失忆，于是立刻谎称自己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以寻找他半月有余。不料这时是从意外走了进来。傅一笑，你敢骗我？可反应迅速的凤随哥最终还是将一笑成功哄骗住。然而当援兵一到，立马找准时机将一笑抓住。在这块刺头没有反击能力时，就对其狠狠地严刑拷打，以报曾经的一箭之仇。可就在他想要杀死他时，不料下属汇报，根据调查的线索得知，傅一笑被最亲近之人射杀。要知道他可是平陵一战扭转战局的功臣，意识到一笑失忆的背后一定属于他，于是立马改变主意，将其带回自己的家。傅一笑只要有机会就想逃跑，可他失去记忆又受重伤，压根就不是凤随哥的对手。凤随哥虽然是肃杀的大皇子，但母后早死，父皇不爱。在他母后的忌日这天，父皇竟给弟弟举行加冠。凤随哥愤怒的打算进宫，问父皇一句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。然而肃杀不希望他回宫，还有他的仇人丞相大人。丞相派义子以平陵一战大败，乃是军中出了奸细为由，以此拿下凤随哥的凤字营入狱排查。傅一笑意识到他在肃杀的日子不好，凤随哥故意让他凑近一点再说一遍。选在今天，那只能算你倒霉了。什么意思？忌日都有祭品，你就来替你的义父当这个祭品吧。凤随哥将傅一笑带回肃杀国谈合作，想要揪出害他们的幕后黑手。另一边在回肃杀的路上，一边问他为何如此关心谁要杀自己。我的敌人暗通锦绣，设计陷害我，而通敌之人很可能就是锦绣之中要杀你的人。我想通过你找出那人通敌的线索，挖出证据，扳倒他，杀了他。如此说来，他是想利用自己。可是之前两人可是仇家，他问凤随哥难道就不想找自己报仇吗？凤随哥答应只要他合作，之前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。傅一笑假装思考片刻，才举起酒杯同意合作。可是在敬酒结束后，趁着凤随哥喝酒的功夫，他顺手摔碎碟子放到他脖子上。之前的账你一笔勾销了，我可没有。合作归合作，咱俩之间的账还是要算一算。眼见凤随哥的手下一窝蜂的冲进来，傅一笑用凤随哥的命胁迫，威胁他们放他离开，在大街上招摇过市。凤随哥看出他的醉翁之意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傅一笑一个女孩竟然这么记仇，将他吊在眼外。当初他重伤了傅一笑的胸口，现在傅一笑就在同样的位置弄出伤口。当初他打了自己47遍，现在他也要一点一点的还回去。打累了就休息一会，吃完东西继续打。凤随哥容忍他的两清之法，揭穿他一路把自己绑过来，除了泄愤，无非是想引出什么人，想通过自己的手将那些人擒住，等他的人跟那些人两败俱伤，傅一笑再出来坐收渔翁。只是可惜他的人跟着那些人不会轻易动摇，所以傅一笑唯一能合作的也只有他。不信的话，傅一笑可以赌一把。一番思索，傅一笑决定合作赌一把，但他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不能做背叛锦绣国的事；第二，查出幕后之人必须交给他审问，凤随哥在此事上不许瞒着他；第三，他如果想走，随时可以，凤随哥不许阻止。凤随哥不仅答应了条件，还保证会找人治好他的左手，让他有自主之力。两人就此达成协议，从此两清。没成想他刚解开凤随哥的绳子，就被他牢牢抱在怀里。干什么？还差一笔账呢。说着，凤随哥竟张嘴咬在了他的脖颈上，竟是要将之前所受的痛苦还回去，直到满嘴鲜血后，这才松开。这样才算两清啊！可傅一笑怎么也没想到，
两人合作的第一步，凤随哥竟差人送来了锦绣华服，还扬言要将他那为府中的小妾，这让常年戎装的傅一笑心里很是不爽。把我打扮成这个鬼样子，你满意了吗？不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凤随哥却说只是想带他出去逛逛，可等到了街上，坐在马车里的傅一笑就遭到了围观群众的指指点点。听说她是大皇府锦绣起来了，谁不能大皇府的妾室啊？一个锦绣女子，即便穿金戴银也显不出贵气。傅一笑一气之下将头上的首饰都摘了下来，然后脱下别扭的华服，走出马车，一跃而起，落在凤随哥的马上。你将我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就是闹的。你不想知道一路上尾随的都是些什么人吗？然而还没等到杀手现身，人群中却突然跑出3个孩子，哭喊着叫傅一笑师傅。这3人是林雪影在正念山庄遇到的，得知他们要找师傅傅一笑，便带着来肃杀找他。可傅一笑根本记不起自己还有徒弟，本想说认错人了，却看见杀手就在不远处，于是就将他们带回了王府。当他看到男孩阿芳手臂上的胎记时，一些记忆突然涌入脑海。原来这3个孩子不仅是徒弟，还都是战死同袍的遗孤。他心情激荡之下，竟当场晕了过去。傅一笑醒来后却并没有和他们相认，而是请林雪影将他们带离肃杀这个是非之地。却没想到几个孩子舍不得离开师傅，还没出城就跳下马车分散逃走。傅一笑冥冥中心里觉得不安，就跟了出来，结果却只找回了女孩。在寻找阿芳时，突然有人往他手里塞了张纸条，约他在渭河商船见面。意识到阿芳有危险，傅一笑立刻便赶了过去。你们是锦绣局中的，到底谁要杀我？去到阴曹地府，自会有人告诉你的。以傅一笑的身手对付这些人并不是问题，怎料对方却利用阿芳威胁他放下兵刃。就在傅一笑闭眼等死时，凤随哥带人及时赶到，留一个活口。原本以为可以轻松将这群杀手剿灭，没成想为首之人挟持着阿芳，一刀砍断船上的缆绳，藏在船帆里的罐子滚滚而下，很快整个甲板就都浇满了火。傅一笑刚想去追，突然火折子飞出，船上燃起熊熊大火的瞬间还发生了爆炸。眼看傅一笑不顾生死想要进入船舱救人，知晓他伤势未愈的凤随哥直接将他丢进了河里，而他自己则进入船舱将阿芳救了下来。可还没来得及跑出来，就再次发生了爆炸，海水不停灌进船舱。凤随哥知道这船很可能就要沉了，于是就把阿芳塞进了一个箱子，一定要抓紧箱子，等到没水的时候再出来，知道吗？他将箱子推出船舱，准备离开时，却发生了意外，他的脚竟被一张网给缠住了。凤随哥拼命挣扎都无法挣脱，逐渐晕了过去。好在最后傅一笑从获救的阿芳口里得知他还在船舱，将他救了回来。凤随哥意识模糊时，恍惚看到傅一笑给自己做了人工呼吸，这让他觉得自己不再纯洁了。而经此一事，两人的关系也有所缓和。岂料就在这时，却传出锦绣要与肃杀联姻之事，而联姻的双方竟是锦绣镇南王夏静时与肃杀的西阳公主。可当傅一笑看到夏静时的那一刻，他脑海里竟想起了许多之前的回忆，神情恍惚间竟拔剑刺向了凤朝歌。傅一笑，是不是想起什么？